呢，我们回到刚刚讲到说电力管理的问题哦，其实有人提出说，这一次的管理呢有3个很大的问题。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电网脆弱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供电很紧绷，我们缺电的问题。那第3个就是管理的松散，因为过去几次不是椅子去弄到了按键，就是有人不小心手指头去按到了不该按的按键，这些全部都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呢，我们看到在303大停电之后，行政院呢就要经济部提出一个报告来，但是呢，他却是算是送给王美花经济部长一个很大的礼啦，因为呢，包含了台电的董总都去职了，但是就是经济部长呢还是留下来。有人就说了。停这么大的电，历经那么多次的大停电，但是呢，王美花老是没有丢官，所以呢，有人在野党就认为说，王美花就是因为是蔡英文的最爱，所以呢不能撤换她。那也有人认为说，因为呢苏贞昌要把她留下来当成是一个防火墙，所以呢还是留下了王美花。但老师怎么看待？就说这个政务官、事务官的一个用人、一个栽培，就说在台湾。我们说政务官跟事务官的栽培是需要一段的时间跟专业的，但是王美花她这样的经历，哈，我看我搜了一下她的经历，就是说她好几次的升迁都受到外界的质疑，有人说她就是靠她的丈夫顾立雄的关系的裙带关系。她2007年的时候呢，是担任了经济部的智慧财产局的局长。但是到了2016年，蔡英文上来之后，就提拔他作为经济部的常务次长。后来呢，这个是经济部历年来首位由智慧财产局升任的次长。到了2020年的6月，因为原本的经济部长沈荣金升任去当行政院的副院长，所以呢就升王美花当经济部长。有人说这一套实在太快了哈，是王美花太优秀了吗？还是她的升迁实在是让人看的觉得也太快了一点？我当然对个人我是不好评论的，我跟王部长也几乎不认识。只是过去经济部的常次，对 ，usually 我理解的都是工业系统出身的，工业系统出身都是工业局局长上来做经济部的常次，因为经济部还是一个工业是它的这个重点，但是最近的经济部的常次，好像跟产业的关系越来越没关系。那你这样常务次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常务次长是真正在run一个部的每天的柴米油盐都是常务，所以常务次长对事务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熟悉。一个常务次长强的话，你刚刚讲的什么手指头按错啦，标准作业程序啊，那个这个东西是常务次长在管的。对，那常务次长够强，这些事情基本上他就会盯住。那常务次长上面有2个人，一个叫政务次长，一个叫做部长。这个2个人是政务官。政务官其实你要用谁都没有关系，因为政务官只管政策，政务官是不可以介入我们今天这个部会的每天的日常运作。可是现在有个习惯，对，我们现在常常讲说，我一个人啊，从局长、科长、局长一路上来变成常制，常制变成政治，政治变成部长，部长变成更高的官。我们认为说，哇，你看，这是一个典范。可是这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政务官跟事务官是2种完全不同的动物。政务官只管大方向，只管原则，不能管细节，不能管人事。结果今天政务官管到人事，一个行政院院长几乎可以管到什么警察局局长的升迁。那你今天把政务官跟事务官都混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寒蝉效应。下面的事务官不敢讲你部长、院长、总统不喜欢听的话，所以就会告诉你说你要终极废核2025，说都没有人敢说。下面事务官不会讲我刚刚讲的那些话，比如说你的价格啊、你的稳定度啊怎么样，这个风险我都不告诉你了，我就告诉你说好，我就跟你配合吧。你要我2025终极废核，我就做出一个数字告诉你2025终极是可以终极废核的。就是说寒蝉效应让我们今天所有该注意的都没有注意到了。所以这就是政务官跟事务官没有混在这，我们全部把它混在一起的原因。第二个，那政务官该不该换？这其实是你
总统的职权，这谁也不能讲话的。政务官也没有什么任用资格。我觉得我用你，我信得过你，你就好好给我 run。但是政务官只要发生一个重大事情，其实你政务官就要知所进退。就是譬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很早以前，蒋介石当教育部长，结果那时候10大建设，一艘这个大学生去苏澳港这个参观的船沉了，死了不少大学生，教育部长辞职。那你就会想说啊，船沉了跟我教育部长有什么关系？这个黄坤辉，我记得那时候他在省教育厅当教育厅长，丰原高中的礼堂，这个天花板掉下来了，砸死的几个学生，厅长辞职，没有二话不说就辞职了。这就是看政务官有没有肩膀嘛，就是你的担当，我秀出一个我的一个风范，那你的下面的事务官就会觉得说，我的长官可以帮我扛住事情，所以我就可以放心的把我的专业分析告诉你，因为我的专业是被尊重的。结果今天高端的政策是错的，你不觉得应该要有人负责吗？结果那个人居然变成很 popular 的人，说还要去选某一个位置。那假如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示范，就会告诉所有的这些政府官员说，我只要政治正确，我今天爱干什么都可以。所以这个东西你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们台电一直会出问题，因为整个文官系统，大家看到了啊，只是什么你的手指头按错了一个按钮，在我看到的是你的整个文官系统的标准作业程式，你的训练，你每天的这些 daily operation， 你可能都出现了问题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担心的。谁当部长，谁当总统，谁当院长，其实我都没意见。这个民主政治就是这样嘛，选赢的你就应该要负全部的责任。可是问题是，要是把文官系统被搞成这个样子的话，今天断电只是冰山的一角。大家记得，一个演习，一个小兵居然可以把我们的飞弹打出去。你觉得这件事情会比那件事情还更危险？因为这个飞弹飞过海峡中线，那个 consequence 是我们可以 take 的吗？这个从这个东西都是冰山的一角。对。那假如说没有人可以负责任，没有人需要负政治责任，那最后的 consequence 就是说，那大家就讲你喜欢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做专业做的分析。因为我的升迁是掌握在你的手里。对。目前看起来就是苏贞昌跟蔡英文呢对王美花还是非常的信任哦。虽然呢在去年的513跟517大停电之后呢，已经做出一个专案的报告，那当时呢也说必须要有一个检讨，但是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虽然这一次呢苏贞昌说要给王美花6个月的时间来做盘整，来重新来检讨我们的能源的政策，但是有人说其实从去年大停电之后到现在都已经超过6个月了，难道这6个月都没有做一个检讨？难道都没有一个改善吗？我会建议是，假如我们真的有诚意要检讨，你找外国专家来看。外国专家，公正的第三方，他来看，他会真的给我们一个，因为你自己的人检讨。我请问你，假如王美花的部长王部长主持一个会议，假如上面有个牌子说2025终极废核，我请问你下面的这些官员，你已经框在那里了，下面的官员怎么检讨？终极废核已经告诉你2025年核电厂都要关掉了，那就不要检讨了嘛。靶子这个靶子已经在那里了，你能怎么办？已经靶都画好了，都画好了，你今天有什么好检讨的？今天应该是把那个框都拿掉，你请公正的第三方。你来做一个检讨，告诉我们说2025也是可以挑战的，你能不能给我几个 scenario 几个情境，然后在这几个情境里面，再把你终极废核的目标跟期程，再把它兜到最后会达到一个折中点。但是那个折中点，我相信绝对不是2025终极废核。我相信最后，假如真的检讨到最后，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核电你要维持到哪一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今天你的风电、你的太阳能、你的这个燃煤应该要占什么样的比例？你这样做完以后，你的核电、你的这个电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甚至他还会跟你讲说，你要分散风险。你今天煤要跟哪一国买，你的气要跟哪一国买，你这样子你的风险是可以分散的。再告诉你说，你不要做大系统，你要做中系统，你要做小系统。那这小系统里面你有多少可以发电的可能性，你都要出来。那这个才是检讨。那你今天假如说2025中期废核，我可以告诉你不要检讨了，不用检讨，不用检讨，因为他没办法讲出跟你不一样的话，就很简单嘛。很多朋友用一个白话文跟你讲了，我给你1万块，告诉你去给我买一个3克拉钻戒。这根本是办不到的，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嘛。所以你今天给我们经济部的同仁一个办不到的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他怎么检讨？老师提出一个，就是如果现在要重新检讨台湾的能源政策的话，应该要找国际的专家来做一个总体检。对，那老师，我们接下来呢，是不是来看看其他国家的例子？尤其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正在打仗。那我们先不要讲乌克兰好了，我们先来讲讲其他相关类似的国家。我知道老师最近呢对于芬兰的研究还蛮深的。没有研究，我是刚好看了一本书，讲什么呢？就是动荡。动荡。这本书在讲什么？这本书在讲，他举了7个国家。对。这个7个国家它是如何转型的，它的成功的经验，它的失败的经验，然后最后转型成功了。那其中有一个让我非常注意的这个国家叫做芬兰，因为我们对它太不了解，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了。对。但是这个国家跟台湾的情况是极度相似，而是我们以前很少会把芬兰作为跟台湾做一个相对比的国家。以前我们可能讲说克里米亚啦，可能讲乌克兰啊，但是很少会去讲到，或者我们以前讲到水利的部分的话，讲到的是荷兰很少讲到芬兰。荷兰当然我们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那是在专业上面。对。可是芬兰是在政治上跟我们非常相像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第一个，芬兰跟以前的苏联，将近1600公里的国界，好，然后它才1000多年来，它一直被这个瑞典跟俄罗斯占领，然后事实上大家可能都大家假如了解芬兰，它一直是在一个还蛮可怜的一个战乱的情况。其实我们现在印象当中的芬兰都是一个幸福国家，是一个它现在很幸福，是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但是我们很难想象说，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它跟苏联有2度的交手。是但是所以我就变成芬兰人呢，他们因为在历史上这么的痛，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跟苏联也好，叫做俄罗斯也好，我们要保持我自己的独立性。我不要被你并吞。对，好，我不要被你并吞，这是我的最高原则。但是他派人去跟苏联谈，这个谈判，但是那时候他什么时候独立出来呢？是这个红色革命以后。1991年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不是苏联解体。芬兰它是决定要独立，但是它其实在1995年它独立是这个共党把沙皇灭掉以后，芬兰独立了。所以那个时候芬兰独立出来。那独立出来以后，那个苏联那时候的苏联就开始觉得要往东欧走，所以他是在苏联还在的时候，他就已经独立了。他独立了，他要往东边走，所以他要并吞4个国家，一个就是波罗的海那3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跟立陶宛。对，因为我刚好都去过。然后一个就是芬兰，芬兰，他就告诉他说，你们要把
国土多少东西割让给我，你要让我的部队住在你的这个军港里面。其他3国家都接受了，结果那3国家都最后纳入苏联的变成附庸国。对。芬兰不同意，芬兰不同意。芬兰那时候就知道说，假如我答应了，对，我就一定会被你并吞。所以他们不同意。那不同意呢？这个，但是他有什么能耐不同意呢？苏联的坦克车就真的就进来到了边界。那时候芬兰人呢，芬兰其实在那个以前打了一个内战，红卫队跟白卫队打了一塌糊涂。为什么呢？红卫队是赞成共产的，白卫队是他觉得说意见不一样。他们打了一塌糊涂。等苏联的坦克车来了以后呢，他们红白决定一起抵抗外侮。他们就联手了。然后他们那时候是冬季，对，他们就狠狠的打了一个冬季战争。他们的冬季战争是最后是靠什么赢的？他们就是用我的比较低劣的武器，用我的肉身去跟你的坦克打。是因为天候也有关系，因为冬天他们擅长在森林里面作战。他们用汽油弹去打。所以现在俄罗斯也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乌克兰，他要攻入乌克兰，其实有一些地方的气候天气零下20几度，其实也不利于作战。但是芬兰，你知道那场冬季战争他死掉多少人吗？10万。芬兰人死掉10万。你知道芬兰人口不多那时候芬兰人口才370万，现在是550万。那时候是370万，370万死10万人是什么概念吗？2.5%。2.5%，就换成台湾，假如今天台湾要打一场战争，伤亡2.5%，是70万人。70万人，那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哈，而且这70万人都是男人，你就知道说那比例有多高。然后假如换成美国，对，美国这个国家，假如打一场战争要死掉2.5%，那是900万人。所以芬兰当时是付出很高的代价，付出很高的代价。好，但是他就跟苏联讲说，我一定打不过你，但是我要让你痛。可是打完的同时，他也去跟苏联谈判，他就说，我呢，把所有东西都摊开给你看，我告诉你，我一定打不过你，我一定打不过你。但是我告诉你说，我的存在符合你的利益，为什么？因为你芬兰，我那时候我不是北约，对，所以我芬兰是你苏联进到西方世界的窗口，重要窗口。所以你所有的货物你都可以从我这边运进去。这样听一听，觉得台湾的地理位置也是第一岛链当中对于大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双赢。然后他跟俄罗斯讲说，不是讲说不是俄罗斯，那叫苏联，我会买你的东西，我一定要给你采，即使我用不到，我也买，我给你采购。当然，这里面后来的这个冬季战争结束以后，接着就是二战。对，二战的时候呢，芬兰就很为难了，我到底要站在德国，还是要站在俄国？他最后选择站在德国。所以大家他是轴心国，但是他说我不是轴心国，我是共同参战国。所以为什么冬季战争会停住？是因为这个那时候纳粹要打德国了，到打苏俄了，所以他们就说好，我跟你一起打仗。打完了，他把他的1/4的领土收回来了。可是最后德国战败了。德国战败以后呢，现在就问题来了，他是战败国，他要赔偿，这个他要审判战犯。那苏联说你要我审还是你自己审？芬兰人说我自己审。结果他就把他们的总统、几个总理、外交部长、一些当时的对国家有贡献的官员，全部都判有罪，关起来，把他关在一个最舒服的监狱里面。因为你们为国家牺牲。等关完以后，再把他们放回来，说你继续做你的位置。好，然后他跟2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他们又打了一场，他们那时候就是2次大战打一个继续战争，然后最后跟苏联谈判，就刚刚讲，我对你无害，我可以变成你对手。老师，这个谈判高手真的很厉害，非常厉害，因为他在一边跟苏联打仗，他边打边谈，一边谈判，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台湾应该也需要这种谈判高手。他就跟他讲说，我的存在符合你的利益。对，确实。确实。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芬兰人认为我的主权独立我的自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约束坚持这一点。对，但是他约束他的媒体不要讲莫斯科不喜欢听的话。然后大家从一个西方的世界来讲说，你们实在太没骨气了，你们都不敢跟莫斯科叫板。但是芬兰人讲说，这个东西叫做芬兰话，这也算是一种谈判的一部分。不是，芬兰人讲说，你又不是我芬兰人，你凭什么批评我？对，我今天做到这样子，所以我在100年来，欧洲除了英国以外，只有芬兰没有被人家占领过。我保持我的国土到了今天。那你今天要嘲笑我？他说，你们在西方的遥远的世界，你讲这些风凉话，你有没有想过我就在他旁边，我就基本上躲不过去，所以对我来讲，这叫芬兰话。所以你们今天芬兰话被人家当做一个笑话，就说你这个国家没有骨气，没有怎么样。可是芬兰人讲说，你不是我芬兰人，请你把嘴巴闭起来。我今天做到的是，我这个国家到了今天没有被人家并吞。然后他2次世界战打完，他要赔偿大量的军费给苏联。他是一个农业国，他又很穷，对，他就开始转型成工业国，所以他开始为了要赔偿，为了要赔钱，他就转型。然后要转型，他必须要教育，所以他把所有的资源投到教育。所以芬兰的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反而就说为了要赔偿，所以呢，反而造成他整个国家的转型。所以从芬兰，那今天这很励志他基本上他的国民所得是在全世界非常高的。对，他不仅是 GDP 很高，非常高，然后人民所得高，他还是全世界目前最幸福的几个国家之一。对，然后但是你真的要严格讲这样说，你看他这么没有骨气，都不敢得罪莫斯科，那我请问你，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小国论述。小国论述。其实我在谈小国，请很多朋友不要误解但我在谈小国与台独无关。是我们在讲说，今天它就是一个现实，你必须要面对现实。那你今天是一个小国，芬兰告诉我们什么？很多事情不能做，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事情不能做，很多话不能说。那你今天把它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台湾要学芬兰。而是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对，我们就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看看芬兰的例子。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宏源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这么的详细，而且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大家很希望李宏源教授多多来上我们节目的话，也多请支持一下我们的工商服务。接下来我们就会先看一下我们的工商服务，然后再回来。中天就推荐你这一台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这一台呢真的是还蛮好用的。买回家之后呢，你的生活日常防疫非常的方便，也更加的安心。而且呢，它的大小也不大，就是一个饮水机的大小。不管是放在店里头啦，或者是说你放在公司、放在家里面，其实也都不占地方。而且呢，3分钟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1瓶的电解液呢，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这完全呢是可以应援客人很多的时候，环境呢很需要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非常好用，而且呢比你买一个单瓶的还要更加的便宜。跟病毒啦、细菌作用之后呢，其实它会还原成水，也不会伤害到环境。1天使用上个200次都不会刺激皮肤，这些就比酒精安全，比漂白水都还要环保。而当病毒风险呢成为生活常态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感染呢还会有一些后遗症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水神呢就可以帮助你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居家防疫超级好帮手，快上网搜寻，快点购，订购旺旺水神生成机，或拨打客服电话0800660608，中天观众独家享有好康优惠哦。输入红薯分推荐代码 CTI108，还另外享有折价优惠哟。好，非常谢谢大家看我们2分钟的工商服务。那么，如果你支持中天讲真话的话，请大家把我们的工商的这些产品呢买起来。那么，记住我们的这个有一个优惠的代码，就是呢
CTI 108，好，这是洪流洞见洪淑芬的代码，请大家如果在买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代码呢，可以有一些优惠。那么也请大家当然按赞分享，然后呢加入我们的会员。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希望呢以后多多的来上我们的节目哈，丰富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然后最后呢，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呢在我们的底下留言，你希望呢接下来我们还能够邀请什么样的来宾，或是谈什么样的主题，也请在下面留言。然后最后帮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老师，好，谢谢，谢谢大家。